如今啊，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里啊，这个00后的女孩和90后的女孩真的竞争非常激烈。最近呢，有个33岁的北京男生啊，人工智能工程师啊，非常优秀，年薪100万，在北京有房有车啊，也有北京户口。就这种条件，在一线城市的相亲市场里面，其实也算香饽饽了啊。关键的是，这个男生原本他想找个90上下的，觉得有利于结婚嘛，不想找个年龄太小的，怕人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所以我们一连给他介绍了3个90左右的女生相亲。见完了这几个女生之后啊，这几个女生分别反馈了她们自己的想法。其中第一个说呢，33岁做到这个年薪也不算什么，她说自己做金融的，天天跟大佬打交道，这种收入跟她是差不多的，她觉得男生没什么亮点可以吸引她，所以她没看上这位男生。另外一个女生呢，上来就说了啊，这个男生是我已经降低了条件之后我答应见面的但是呢，感觉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个条件的男生，听说他还有房贷我还是不太想结了婚还要跟他一起还房贷，生活质量一下子降低好多。我觉得呀，自己还是想找个在创业的男生，或者年纪大一些事业已经有成的男人。北京最好有全款的房子有别墅的更好，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一些。我反正见完这位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还是真的不能降低自己的要求的。等到现在了，为什么我还要将就呢？这位呢也没有看上这个男生。那么还有最后一个他呢也是一堆理由，什么长相不太喜欢什么不是独生子，有个妹妹，自己处理不好这种关系等等等等，就是也没看上他。于是我们也很纳闷现在的女生都如此眼高于顶了吗？一个细节不行都能覆盖掉对方所有的优点。后来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男生的资料呢推给了2位00后的小女孩。这2个女孩就很奇怪人家一致就认为这个条件是很好了，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见面认识一下。因为00年的女生她们想得特别明白，首先自己绝对不想成为大龄剩女，所以坚决不走他们的路线。早早的人家就要处理好成家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自己不一定就非得要找个多么优秀的男人只要找个男生有上进心的就行是个潜力股就好，人品好，正直阳光就行了。至于钱方面呢能好一点当然更好，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好呢，也可以一起努力的。别说一起还房贷，就是一起共同买房子，他们都觉得很正常，完全能接受。看来这个竞争的局面真的已经完全打开了，大家有没有闻到那股硝烟的味道呢？跟大龄剩女谈恋爱到底是什么体验呢？最近有个85年的男生跟我分享了他的剩女之恋。就他33岁那年跟他的一个女同学谈上了。大家呢都老大不小了嘛原本呢都是奔着结婚去的。可是好家伙跟大龄女生谈恋爱也算是经历过了之后再也不愿意碰他们，那是真谈不下去首先他特别的强势，妥妥的公主病，只要一吵架就撂狠话，那个话里话外都是那个意思如果你跟我分手了那分分钟能换一个比我条件好的有的是人追他，动不动就说头几年要是想嫁早嫁了那些人的条件都好得不得了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的追求他都没有同意之类的话。经常说什么他以前的前任有多么多么优秀如果没有我他一个人也过得很好。其实呢他说这些话我根本就觉得太假了，都是自己安慰自己。其次吧，他这个消费观呢我也不敢苟同，高档化妆品名牌包包样样俱全，我觉得就不像个能过日子的人因为有点积蓄，动不动就一句我自己花自己的钱，我想干嘛就干嘛，要你管呀。实际呢出去约会他没有掏过一次钱，其实他也就是比那些小姑娘相对的宽裕了一点而已，不至于能上天吧说不好听点，人家小姑娘混到你这个岁数经济也不会比你差吧。天天各种虚荣爆棚求婚要去希腊拍婚纱照要去南非，度蜜月要去北欧。我给他解释，我真没那么多时间，因为工作真的很忙。他听不进去还各种又作又闹。然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把工作看得比他重要还让你无法反驳，从来都不会换位思考，只要违背他的意愿就是不爱他或者不够爱他。我就反问他，那你做过什么事儿证明过你爱我？结果他立马就答不上来。还有吧，他和他那群少女闺蜜个个都很假，明明就是找不到接盘侠了，对外就说他们不想将就，说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人家那些结婚早的就是将就的就是不优秀的。而且呢我不知道他是凭什么就觉得自己优秀跟刚毕业的小姑娘比，月薪就是优秀吗？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活在偶像剧里，还特别的双标。
整天就标榜啊他经济有多独立，生活负担啊却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开销我承担也行，但你能不能做点家务啊，能不能周末的时候好好做顿饭啊？他说不想当保姆，做不到。一到要搞家务的时候，他就说男女平等啊，一说到出钱的时候，那就是我一个人来扛。最后吧，他还特别情绪化，只要发生了矛盾，虽然年纪不小了啊，还是一副很任性的样子啊，绝不妥协，绝不低头，一定得我来缓解矛盾，并且最后呢，结果都一样啊，必须是他是对的。但是要说理解、包容、换位思考这些词儿啊，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非常自我。他的感受很重要，他答应我的事儿可以十有八九做不到，我答应他的事儿那是一件也不能变卦。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他认为我孝顺父母就是妈宝还让我跟父母过一辈子得了。这一次我从内心彻底放弃他了，因为我不相信他未来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儿，甚至一个好母亲。我现在的老婆比我小8岁，现在我孩子都3岁了我过得很幸福，而他呢，听说还是一个人单身。你们说大龄剩女是不是都这样有没有例外？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优质女孩变成了剩女呢？我们且不说剩女到底优不优质，就说说啥是优质女人。前阵子我这来了个90年的女孩家境很好，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她自己呢也是名校毕业的，在工作上表现也确实非常优异。她来我这儿相了个87年的男生，条件跟她也很相当，家境也差不多，在研究所工作，博士学历，大高个儿说起来呢也是个很优秀的男士。就他俩见了面之后都挺满意的，开始接触了我这儿还暗自欢喜呢又成了一对嘛。可是我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多久就被一盆冷水给2个月都不到2个人就分别跑过来告诉我了不合适不错了。我就问女生什么原因，女生说了以下几点她说第一呢，这个男士对自己是不上心的，喜欢口嗨画大饼，好多事情说了都不去落实就想哄哄骗骗的蒙混过关。第二点呢，他觉得男士现在这个工作情况还是收入太低了，他的期望值还是得年薪过100万才行不想婚后还要一起还房贷还车贷这些事儿还得一起努力过紧巴巴的日子，太累了。第三点他说男孩的生活习惯特别的不好，一点家务都不会做，天天点外卖，屋子一周也不收拾乱糟糟的，看得人心烦。他说他不想一结婚自己就变成了伺候人的老妈子。然后呢，我这边就好奇，我就问了一下男生那这个男士说女生的问题是这么说的第一，他说这个女生完全没有同理心，完全不理解自己工作有多忙，因为那段时间正在接手一个项目，需要大量的花时间和精力做方案改方案，所以呢他也承诺了女生一些事情，但确实分不开身去做去落实。第二点呢，这个女生还挺理想化的很明确的跟他说了，希望他换个工作去做收入高一点的，并且表示如果婚后绝对不会跟他一起还房贷还车贷的，房子车子这些事情他如果还要跟他一起出钱的话，会被自己的闺蜜给笑死，很没有面子。第三点，他说这个女孩特别懒，到他家里去的那一天，他故意把家里搞乱了点，看看这个姑娘会不会帮他收拾收拾。结果人家连5分钟都没做到就说，你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状态吗你也不做饭屋子这么乱，知道我今天要来你也不收拾一下，是不是想等着我给你收拾呀？我可不太擅长这个事儿我现在的屋子还我妈收拾呢。就这么着他俩那次见面之后就互相再不联系了，都觉得对方很令人下头。就这个女生的问题来讲的话，一个优秀的妻子和一个优秀的员工，那能是一回事吗？你说说你不剩下谁剩下呢？你想想，那别人娶媳妇儿能照着差的去娶吗？那怎么可能把差的都娶完了，剩下的都是优质的呢？凡是领证结婚过上日子之后使得对方的生活质量下降了，精神世界的负担增加了，那物质保障的等级也落差大了，还谈何优质咱们就抛开性别不说，你就找个人合租你让你合租的人过得比以前差了，请问你怎么才能算是一个优质的租客呢？那房东也不会认为你是一个优质的租客吧？你咋好意思把优质这2个字儿往自己身上去贴呢？这是在侮辱谁的智商大家来说一说一个优秀的妻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问大部分男生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宁愿在家里打游戏也不愿意追女生？你们的回答一定是，我为什么要追喜欢就在一起呗，不喜欢就拉倒嘛，追女生太累了好吗？还要花钱花了钱还不一定有结果。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追还要付出谁想当那个大冤种谁就去
最近我还听到了一个这样的推理，他是这么说的啊，不愿意追女生，那这个女生得是谁啊？这里边啊有一个因果关系。比如说你过生日，你爸给了你100万做礼物啊，那这件事里边呢，不是因为啊有一个人给了你100万，所以他是你爸，而是因为他是你爸，所以他给了你100万。那秦始皇统一6国，不是因为他是秦始皇，所以他统一6国，而是因为他统一了6国，所以他叫秦始皇。比如你就职的公司出现了财务危机，你会拿出自己的积蓄去赌那个黑洞吗？你肯定不愿意。所以男生为什么要愿意为那些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女生去不计回报的付出呢？所以你要知道，不是因为他付出的不够，所以你跟他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才付出的不多。大家赞同他这个说法吗？来，我们评论区聊一聊。最近呢，有一个85年的女粉丝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她说到了她这个年龄啊，还能不能遇到真爱？我说啊，如果你还想等遇到真爱之后再结婚，那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了。为什么呢？首先从男人的角度来讲哈，一个40来岁的女人，你从各个方面来讲啊，都在退化了。比如说你的皮肤松弛了，你的身体呢也亚健康状态，你的生育价值已经在严重贬值了。这个时候啊，一个各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虽然他可能会很吸引你，但是你是吸引不了他的。而一个各方面短板都比较多的男人呢，可能适合结婚，但是你可能呢对他又不感兴趣。这个时候你想遇到的爱情，他就不会到来了啊！不管你自身有多么的优秀，都不管用。除非你找一个年纪大自己很多、离过婚，甚至还有孩子的一个优质男人，可能呢这样有点希望。他说那得大多少啊？才能接受我呢？我说你至少得往大自己10几岁以上去找了。他马上就摇头啊，这也太可悲了吧！如果他大我那么多，我肯定还是爱不起来的呀，太老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哈，40岁左右的女人还想找感觉、要爱情，恐怕要做很大的突破才行了。但是这是反人性的呀，所以呢，你可能找不到爱情的。其次呢，就是从生理的角度而言，你都40来岁了，从科学研究的数据表明哈，爱情这个东西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激情引起的，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它是体内荷尔蒙啊被激发引起的。你都40多岁了，你觉得你还有多少荷尔蒙能分泌呢？你还能爱上谁呢？你就算爱上了，又能爱多久呢？你的过往经历当中已经消耗掉了多少激情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大龄剩女都没有爱情都极其理性，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这些评价不能说没有一点点道理，因为你们确实已经这样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大龄剩女她会情不自禁的爱上弟弟的原因但是弟弟又有几个能真正的把姐姐娶回家呢？非常的少。最后呢，就是从社会层面来讲了现在在1线大城市里剩女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非常的多。据说北京、上海已经突破100多万了。而社会认知里对这样的一群女性有各种说辞，比如说大龄剩女太优秀了没有男人配得上她们，或者说呢大龄剩女都性格有问题，要不然呢早就结婚了，或者说她们物质自私滥情挑剔作等等总之就是一些比较尖锐的评价，给她们印上了标签，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还有哪个男人敢大胆的去追求一个大龄剩女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现在的相亲简直就是把男生再往绝路上逼为什么我这么说前几天我这里来了一个95年的女孩，跟一个90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呢，双方都有意向继续接触一下。结果他们回去之后一聊天就出问题了。男生呢，他是个码农天天的很少跟女孩接触。大学的时候呢，他谈过一场很短的恋爱。后来工作之后呢，又天天忙于加班业务了，每天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的。休息时间他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打打游戏，业余生活很枯燥的也没有什么社交。所以因为他累一到休息基本就不太想出门。但是眼看着这个岁数到这儿了，家里也开始催他，这时候他才出来相亲可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呢，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更不懂得女生的心思，聊天呢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去哄女生开心的。所以呢，跟这个95年的女生一开始聊天就纯属硬着头皮找话题聊，每天他也早安晚安的聊确确实实聊得很尴尬。他觉得自己这是礼貌性的在问候，然而呢他不知道现在的女生把这种聊天叫什么。人家说这是渣男的套路耍嘴皮子的。他们认为行动比嘴上说要来的靠谱得多。所以呢，女孩这边呢
就很不以为然了啊。聊了一天之后啊，就有点爱答不理他了。于是男生啊，眼看着这聊不下去了呀，啊，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那种聊天的高手，就想啊，要不然就约女孩出来啊，吃个饭，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得了。可是呢，约了2次啊，女生都在推脱。一会儿呢说自己周末要加班了啊，一会儿呢又说她约了闺蜜要去看电影。总之啊，非常难约。哎，男孩呢还是想坚持一下啊，他就来找我了。于是呢，我就问女孩咋想的，不想接触的话啊，你就跟人家说清楚就得了。他说反正也不是那么喜欢吧，但是呢也没有那么讨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接触一下的。于是呢，就在我的撮合下哈，女孩呢就出来跟男生见面了。他们周末呢在一起待了一整天。这一天呀，他们吃饭、看电影、买奶茶啊，吃零食，还去了一个小网红景点。总之呢，所有的花销哈，男生都承担了。女孩呢，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过。对于这一点哈，男生第一次出来呢，花了点钱呢，他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可是回来之后呢，女孩呢就开始跟我抱怨了。她说这个男生啊，现在事业平平，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的，但是啊，还一直在侃侃而谈啊，未来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还聊到了买房什么的。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啊，现在的收入哈，不大可能啊买得起北京的房子的。虽然呢，我也没有那么物质，但是我更希望他能实际一点啊，说点现实的啊，没有必要跟我画饼在这儿。另外吧，啊，还觉得男生有点抠哈。他说啊，2个人第一次出来见面啊，男生呢选的餐厅居然是一个人均消费才几十块钱的小饭馆。自己呢虽然不用非得去吃那种上千元的大餐，但是啊，就这么着感觉啊是挺被敷衍的。所以他对男生的喜欢啊还是出不来。他还觉得啊，男生的情商太低了啊，一直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别人的想法似乎呢就关心的很少。这一次的交流啊，他认为是没有加分的，反而是减分了。后来他们其实又见了几次啊，正好呢元旦的跨年的那一天啊，男生就约她出来吧。女生说啊，还是有一点点小期待的啊。结果来了之后啊，发现这个男生仍然穿着前几次一直在穿的那件衣服。他说他真的很下头啊。然后呢，男生还给他带了个小礼物啊，是一个小公仔哈，一只小猪，应该呢也是一个100多块钱的东西。这一次之后啊，这个女生啊就再也没有赴这个男生的约了啊。所以我就发现现在的女生啊，其实啊，她们真的是不太会选人的。大家来说一说啊，一个男生啊不会聊天，是不是只能说明他没有多少恋爱经验？这个难道不是件好事吗？然后他出去花钱不大手大脚的啊，那不是他太抠，其实他是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何况哈，就算他想给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那是不是也得等你们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之后了，他才敢那么给你花呀？再说了，你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过，这到底谁更抠啊？对不对？人家给你规划规划未来啊，说一说他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想法，这个就算他现在没有那么好，至少他是想努力的啊，给你畅想一下未来。怎么就成了在给你画饼了呢？反正总之哈，我觉得现在这种舔狗式的相亲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要是男人都是那种特别会聊天，又懂女人的心思，还会哄你开心，花钱也很大方，那你们能都单到现在吗？何况那种什么都会的男人，他也不缺女人的，那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渣男。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的这种恋爱观是不是在把男生往绝路上逼吗？好男人都找不到对象，你们说是不是？经常呢有小妹友问我，为什么生活中她能被优质男人追求啊，还能跟他们谈恋爱，但是呢结婚就很难。可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相亲市场就没有优质男人追求她了？甚至呢有些离婚的女人啊，都有年轻的小弟弟追求自己，可是到了相亲市场，别说找个小弟弟来追求自己，就算想找个优质的大哥哥追求自己都很难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就在这里告诉你真相哈。男人在找女朋友谈恋爱和找个对象结婚过一辈子这2件事情上他的态度和认知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可能这2件事情都需要谈恋爱，但是他们的每一场恋爱最终目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女人她可能只是长得漂亮，或者呢只是有个很高的学历背景，就容易被优质的男性追求。当他们被1-2个优质男性追求之后或者呢跟1-2个优质男人谈过恋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一定能找个这样的男人结婚了。但事实却不是一定的哈，因为在优质男人的世界里
他们的可选资源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在评估你的价值的时候呢，也就越现实了，要求评估的选项也就越多。要明白的就是一个道理，所有的不选择，所有的分开，其实真相就是你的价值不够。你永远不要认为这个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脾气太臭了，是因为你太作了，都不是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你是皇帝的女儿，你的脾气可以再臭一点。你不要认为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腰太粗了，不是如果你是亿万富翁的女儿，你的腰可以再粗一点表面上看是脾气不合，性格不合距离太远，长得不够好看等等，我告诉你，终极核心的核心其实就是你的利益还不够跟他交换，你的价值不到位，知道吗？情感生活是分3个层次的，性、爱情和婚姻。而性呢是肉体生活，追求快乐的原则；爱情呢它是精神生活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婚姻呢是社会原则，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这是3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当你能够分清楚这几样东西的时候，那你也就能知道优质男人他为什么不会跟你结婚的真实原因了大家说对不对别忘了留个小心心到评论区聊2句再走